Pop Tarot。Pop Tarot。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本期视频的主题是未来的90天里面，你们的一个运势的情况会是怎样子呢？那眼前有3张卡牌供大家去挑选，这是第一组，这是第二组，这是第3组。好，大家可以凭借自己的直觉去挑选，选好的话，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读吧。Hello， 第一组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啊！那你们抽到的这张卡牌呢，是小鹿。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组小伙伴们的一个最近的情况，大概是怎样子呢？这边我感受到的是，有部分的朋友们，你们最近可能会有一些计划正在思考着，或者说你们有一些想要去调整的事情，但是你们目前遇到了一些卡顿的地方，或者说你们的这些计划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快能够实现。比如说有部分朋友们可能你们最近想要去走动，想要去移动，但是也许你们会遇到某一些事情而让你们的这个计划这个想法先搁置下来，或者说停滞着，还没有办法去实施，没有办法去进行和移动，像是有某一些东西抓住着你们，让你们目前还没有办法去动起来的感觉，有一些束缚感。那还有部分的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最近有可能遇到了一些比较油嘴滑舌一点点的人，比较花心一点点的人，可能你们最近的一个感情的状态没有那么的愉快，对方也许是比较的不那么成熟，有一点点的情绪化，或者说有一点点的花心，也许不是单指感情方面，也许是人际上面也是，就是我们第一组小伙伴，也许你们最近会遇到一些人，他就是比较稚嫩一点点的，比较天马行空一点点的，让你抓不住的，捉摸不透的那种人，然后你会有一点点的伤脑筋。然后最后的一个信息点就是说，我们第一组的小伙伴们，如果是有家庭有伴侣的话或者说你们是跟家人们的话，最近感觉到是比较的融洽，然后很开心的一个状态的，有说有笑的。因为我们也五一也快到了嘛，所以说有可能是会一起相聚在一起啊，然后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旅行啊之类的，或者说就是一起的相处的时间会增多，然后也是相处的非常的愉快的，感受到的是你们之间的一个情绪流动是很温暖的，你们互相给予对方的也是那种很温馨的很美满很富足的那种感觉。那下面我们看一下你们未来90天会有怎样子的一个运势情况呢？首先我感受到的是，我们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在比如说第1个月的时候会是比较一种
繁忙的状态，就是有很多的工作需要你们去完成，然后有很多的一些deadline 啊需要你们去抓，然后去赶，然后会有一些赶工，然后加班加点去完成一些东西的状态。而这一种繁忙的状态的话，也许会让你们的身体有一点点的吃不消啊，感觉你们的头一个月有可能是压力比较大一点点的，会影响到你们的一些作息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生物钟混乱啊等等的情况，那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东西，比如说压力大，然后就是会焦虑等等的情况也会有。但是我看到的是你们紧跟着是一张权杖10，而且是逆位，所以我感受到的就是说你们会从一个很忙然后很赶的一个状态，慢慢的比如说你们逐渐的已经完成了一些东西了，所以你们就能够得到部分的放松，而且这个放松是越来越好的那一种，就是说比如说你们的工作是忙，从一开始的很忙很赶很多事情，到逐渐的一件事一件事的把它给做完，把它给完成掉之后，你们的重担就会慢慢的减轻。所以第二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们的那种压力感，那种重负感觉就是慢慢的减轻，然后你们的状态也会有慢慢的调整过来，有好转的那个迹象会存在。那中段的时期或者是中段靠后的时期的话，你们也许会在工作上面自己的事业上面财务上面会有一些好消息，比如说你们之前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把那些事情给忙完，或者说是把一些计划给实施掉，然后达成了你们的一些目标，完成了你们的项目之后的话，感觉到你们第二个月或者是靠近第3个月的话，会有一些收获进来，会有一些好成绩，有一些好消息的体现。也许这个就是你们完成了之前的工作而换取回来的一些金钱上面的回报，比如说你们之前付出的那些努力，在第2或者是第3个月会慢慢的看到有成效，工作的表现被看到啊，被认可啊，可能超额完成任务，然后导致会有一些分红啊，然后加薪啊的情况在。而对于自己独立创业的朋友们来说的话，那也许就是你们之前很忙的完成了很多单生意也好啊，或者说是完成了很多的项目也好，然后让你们的第2或者是第3个月的话，就会看到有这方面的一些回报，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成果。所以我感觉到的就是说，你们头1个月也许是在播种的，是在一个努力的阶段，而你们的中间或者是靠后的时候，就是你们的有成效有收成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有一些金钱上面的回报，素质上面的一些回报的时刻会慢慢的到来。最后一张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可能最后1个月的时候，也许你们遇到一些什么事情需要你们去进行一些投资，一些花费。同时我也感受到的是，也许你们会在最后的1个月里面觉得之前小小的达成了某一个成效之后，你们觉得还想要往更好的地方更高的地方去，然后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也许目前的状况能力还不太足，你们还
觉得自己能够有空间去继续的成长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最后一个月或者是靠后的时间，你们有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一些能力不足的地方，而导致你们会有一些比如说觉醒惊醒过来，你们会发现自己的哪一方面的能力是还有提升的空间的，然后你们会有这个想法你们会有这个机会去面对你们自己的这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你们会有这个想法说想要去再继续的提高自己，让自己能往更高的地方去走。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能量的流动性是很顺滑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不会卡在某一个地方的。你们之前是一个很忙的状态，但是我感觉到的是你们会很流畅的一件一件的有条不紊的把它给完成掉。完成掉之后，你们就可以完成一件放下一件，第二件放下第二件的感觉，所以你们会有一种逐渐的减轻重担的感觉，所以是很流畅的。然后我也看到了你们的那些付出会是有回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点，在我看来。到最后一个时间段的话，我感觉到的是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契机，有一些灵性觉醒的时刻，会发现到自己的身上的一些能够提高的地方，会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所以你们会有一个自省的过程，我感觉。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最后一个月是一个你们很好的一个月，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能力，然后会想要去再继续的比如说投资在自己身上，然后再让自己更加的成长的那种感觉，那种状态。所以是有一点点像是有一个觉醒的感觉在第3个月的时候。那下面看一下对于你们未来90天的一个运势情况，有什么建议卡牌给到你们呢？我觉得卡牌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往上走，变成一个金币的国王的话，也许你们目前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空间的，你们还能有更加成长的空间的。所以卡牌，我觉得这2张卡牌都是建议你们就是可以再更加的努力去积累你们的一些资源，积累你们的一些钱财的一些东西，让你们更加的有底。同时之间，卡牌也建议你们可以去再更加的增进自己，比如说去进修，或者说是学习多一些别的技能也好，或者说是在自己的专业上面去更加的投入学习也好，花一些额外的时间在自己的专业上面去提升也好。这个也许不是一个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卡牌是告诉你们的话，就是你们如果想要再往更高的地方走的话，你们就需要去花这个时间去慢慢的打厚实你们的根基。等你们的根基建好了之后，你们才能够在上面起大楼，然后才能在上面起一个高楼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卡牌是想要告诉你们这一个信息点的。那下面我们看一下你们在未来90天里面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什么优势，什么才能会让你们
更加好的显化出自己的一些目标、一些愿望呢？首先第一个，卡牌就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好的身体和心灵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们接下来还想要再继续的拼搏的话，就必须要把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调整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不能够过劳，然后也不能够懈怠，一个平衡的状态是最重要的，它是保证你们的一个健康，然后保证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作为一个努力的基础，去拼搏的基础，一个去显化你们之后愿望的一个基础。第二张卡牌，它想要传达的信息点就是说，如果接下来的90天里面，你们有一些什么目标想要去达成，或者说有什么方向能让你们在这90天里面能更加好的显化你们自己的一些目标啊、愿望之类的话，卡牌也建议你们是多去运用你们的一些沟通的能力，比如可以多跟别人去接触，多跟别人去打交道，或者说可以多跟别人去做一个联合，去谈合作，去一起携手去做一些事情。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发挥你们的一些沟通能力，一些表达能力，然后也要去更加灵活、更加聪明的运用你们身边的一些人脉、一些资源上面的东西，会更加帮助到你们显化你们接下来的一些目标、一些愿望的。那最后看一下你们的这个小路牌，它后面有什么话语想要对你们说呢？他说的是，真正的朋友是生命里面最好的礼物，所以要跟他们多去靠近他们，走近他们。我感觉到他的意思也有一点点像是这张卡牌想要传达的东西，就是说多去看看身边的朋友们，身边的一些人脉资源的东西，多去跟他们交流，多走近他们，然后或许你们是能够互相协助，或许你们之间是能够1+1大于2的一个能量在的，所以不要单打独斗，可以适当的去运用一些身边的资源，或者说是能适当的去寻求帮助、寻求合作，会对你们更加的有帮助。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组的全部信息啦。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们的话，不要忘了给我一个赞和订阅哦。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Hello，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那你们抽到的这张卡牌呢是青蛙。首先我们看一下你们最近的一个能量的状态是怎样子的呢？这边看起来你们最近有可能心里面是有一些目标，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一些计划的东西的，很有目的性，很有目标性的，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那这个状态也许是一个比较有竞争性的事情，你们需要去跟别人去争取，去竞争一些东西，你们需要去很努力的去争取这个结果，争取这一个目标、目的之类的。那有部分的朋友们也许最近这段时间会比较的累啊，因为可能需要去投入很大量的一些时间、精力或者是金钱之类的，反正就是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事情，有挑战的事情，而且是挺多人去跟你们一起去竞争的一个事情。那有部分的朋友们呢，也许最近会有一些可以休息的时间，
可以让你们去稍微的休息一下，去稍微的整理一下自己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因为最近也5·1了嘛，所以的话也许就是趁这个假期，所以部分朋友们就可以比如说待在家里啊，好好的放松一下，睡个懒觉之类的。那接下来看一下你们未来90天的一个运势情况会是怎样子呢？有什么东西需要你们去注意一下的呢？首先我感受到第一个就是说，你们的状态是有点混乱的，有一点点像是失衡的状态，可能你们心里面在担心着一些事情，然后会让你们感到比较的焦虑，情绪也不太好。部分第二组的朋友们，可能你们将来的1个月里面的话，也许你们的一个生活作息上面也是比较的混乱的，比如说日夜颠倒啊，饮食不规律啊等等。那有部分的朋友们，你们的第1个月可能会经历着一些看不清楚的状态，就是说你们会经历一段比较的迷茫的一个时期，会有一些东西你们还没想清楚想明白，云里雾里的感觉，有一点点没有方向感。那还有部分朋友们，可能你们在衡量一些东西，所以你们会有一些不确定的感觉，一些迷茫的感觉，是来自于你们需要去权衡一些东西。可能你们是要去在多个事情上面去对比，然后去比较，然后去权衡，而导致你们会比较的有焦虑感，有压力。但是好在的是我看到你们的状态是在好转的。你们的第2个月的话，我感觉到的就是说会慢慢的从这种状态里面逐渐恢复过来。就是有可能是部分朋友们你们的那一种作息不规律啊，或者说是睡不好啊，休息不好啊，然后想很多很焦虑的那种状态会慢慢的调整过来。但是我同时感觉到的就是说，你们的那一种要去竞争的状态，或者说要去努力的去拼啊，去争取某个目标，某一个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等等的那个状态的话，它也许有可能会持续，从现在一直持续，可能就是说未来的2个月左右，它有可能还得要持续好一段时间，你才可以看到有一个结果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也许不是一个能在短期里面轻易能看到一个结果的，能轻易拿下来的一个东西。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持续的去比如说拼啊，去努力啊，它短期内有可能没有那么快能从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到最后1个月的话，我感觉到的就是你们能够从过去的某一些事情，某一些状态里面走出来，也许是跟这个竞争性的东西有关，那也许是跟你们过去的某一些事情有关。但我感受到的是，也许到了最后1个月的时候，你们是可以有一种松一口气了，有一种才真真正正的放下一些东西的感觉，一种解脱的感觉，会在最后1个月比较明显的感觉出来。就是说第3个月的话，我感受到的就是你们也许会有一些阶段性的小总结啊，一些阶段性的完结等等，然后你们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有一些新的期盼的东西出现。
那有部分朋友们，你们也许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就是说可能你们前2个月还在一些反复的思考一些思虑某一些问题的过程里面，那他到了第3个月的话，可能你们终于想明白了一些东西，那可能你们会放下过去的某个想法某个事情等等，那也有可能是你们的这些竞争性的东西有一个成果呈现出来，所以你们就能够把这一个阶段给完成了，然后你们就可以往下走的感觉。那下面看一下你们未来90天里面有什么建议卡牌给到你们呢？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卡牌是想要告诉你们，你们头1-2个月里面的一个担心的事情，一个让你们休息不好的，然后感到焦虑迷茫的状态的，或者说是你们需要去想很多反复的去权衡的一些东西的事情的话，卡牌是想要告诉你们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去过度担忧这个事情，你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你们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卡牌是想要告诉你们，你们不是在你们这个担忧的事情上面不是一个崭新的状态，我感受到的是你们是有一定的基础，有一定的积累的，也有一定的能力的。比如说你们是有钱财上面的基础的，或者说你们在这个比如说工作上面职位上面是有一定基础的，或者是你们有经验上面的积累啊，钱财上面积累啊，能力上面的积累等等，就是说你们不是一种很空洞的状态的，反而你们是非常的富足的有能力的一种状态的，就是说你们是有足够的能力跟基础去应对你们担忧的事情的，所以说不要过度的害怕这个东西，也不要去没有自信，好好的运用你们手上的一些能力经验资源上面的事情，你们绝对是能够达成你们想要达成的东西的。那如果你们是要在2个东西或者是多个东西上面去做一些判断性的东西的话，那我也感觉到你们是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储备等等的东西在的，所以你们只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想清楚，去多花点时间研究啊之类的，去深挖这种东西，你们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出来的，所以不要去担心这些东西，我觉得你们是有能力去做好这个事情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卡牌告诉你们，也许部分的第2组朋友们，你们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比较失衡的，可能是你们的饮食上面，或者说作息上面比如说日夜颠倒啊，或者是暴饮暴食等等之类的哈。所以卡牌是想要告诉你们，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同时有小部分的朋友们，我觉得在未来的90天里面，也许你们可以去比如说医院里面去做一些例行检查之类的，或者去看一些调理身体的东西的话，可能会对你们的健康上面有一些帮助，但这个也是参考哈。反正我觉得卡牌的意思就是说，要多注重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然后也可以去比如说多接触大自然啊，多出去走走啊，多去户外活动一下，也是很不错的。那最后一张卡牌的话，我感受到的就是，如果有部分朋友们
你们的状态是比较的比如说你们想很多，然后情绪也比较的 emo 的话，卡牌是告诉你们可以多跟朋友聚在一起，去倾吐啊，跟朋友去说一下这个东西，也许他们能够给到你们一些建议，或者说是一些情绪价值上面的支持，一些情绪的上面的一些鼓励等等，然后你们也会更好的帮你们调节过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对于你们未来90天里面可以发挥你们自己的一些怎样子的才能或者是优点等等，会让你们更好的去显化自己的愿望或者是目标呢？首先第一个卡牌，他说的是你在一个对的路上的，就继续的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我们第二组的朋友们来说，你们最近如果是一直在经历这一个比如说争取一些什么项目啊，争取什么人啊，或者是要争取一些什么结果之类的东西的话，需要去付出然后你们可能想很多啊，然后权衡很多东西等等的话，卡牌是告诉你们的话，你们是在一个对的路上面的，就相信自己，因为你们也是自己本来就是很有能力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相信自己，然后就继续做你们觉得对的事情，继续坚持的做下去就可以了。那这个第二张卡牌的话，我感受到的就是卡牌也是建议你们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一些身心灵的东西。也许你们目前真的是处于一个比较不那么健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比较失衡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里面，所以卡牌是建议你们就是要回复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把那些不好的生活的一些习惯啊，或者是饮食习惯啊，要调整过来，然后可以做一些对身心灵健康的东西，比如说冥想也好，瑜伽也好，都是可以的。反正我觉得卡牌就是说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下面看一下你们的这张卡牌，它后面给到你们什么建议呢？你看他说的也是平衡的问题，他说的是你们的生活里面需要平衡，有些时候你们已经完成了足够多的工作了，所以现在是时候往后退一退了。所以我感觉到可能有部分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有一点点太过于拼了，可能是工作狂，又或者说可能在你们某一个需要竞争的目标上面，你们是很拼命的去做这个事情。但卡牌的建议就是说要适度，要适量，要在健康的前提上面去努力的实现你们的目标，但是不能够说完全的不管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状态，所以说要好好兼顾这两方面的东西，需要好好的平衡这两个东西，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努力的方式。不然的话可能你们的身体上面就会比如说高负荷啊，或者说就会有一些失衡的东西存在，所以这就是卡牌给到你们的一些建议了。那这就是我们第二组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们的话，不要忘了给我一个赞和订阅哦。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Hello， 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好啊。那你们抽到的这张卡牌呢是黑鸟。首先我们看一下你们最近的一个能量的状态会是怎样子的。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目前有可能是在坚持着某一些事情，可能会听到一些别人的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但是你们还是想要去坚持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之类的东西。
然后感觉到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最近可能是想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大的改动，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大的调整。那可能你们是想要去尝试之前没有试过的一些新的东西，是一些从来没有去尝试过的东西。那也或者有部分朋友们也许是换工作啊，换专业啊，换一下居住地方等等，反正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改动的东西，你们可能是在经历当中。那有部分的朋友们的话，最近的人际上是挺融洽的，可能会有一些聚会，跟朋友见面，或者说是就要你们去交际的事项变多了，需要你们去沟通的事情变多了。那有可能有部分朋友们最近谈成了一些合作啊，去到了参与了一些组织啊，成为某一些新组织的一员啊，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啊，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接下来看一下你们未来90天的一个运势情况会是怎样子呢？我觉得啊，我们第三组的朋友们应该是这3组里面的运势最好的一组了，给我的感觉哈。首先，我觉得第1个月里面的话，你们是很有行动能力的，很有激情的。部分朋友们，也许你们是真的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们的未来1个月里面是非常的有这个激情，也有能力，所以是也有行动力，然后去进行这一个新的尝试，去开拓这一些新的板块等等，都是有可能的。那另外呢，也许你们会想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就可能也许你们本来做着某一些事情，但是你们有一些契机的机会接触到了某一些新的事情、新的事物之后，你们也想要去尝试看看。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第1或者是第2个月会有一种这样子的尝新的一个冲动，想要去拓宽一下自己的一个领域圈，或者说想要去试一下别的事情，去看一下别的可能性等等，会有一点点的冒险精神在，然后会想要去探索一些新的领域等等。然后我觉得你们的第2个月左右的话，给我感觉是你们身边的人际，你们跟身边的一个人际圈、交际圈相处的也是非常的融洽的，然后沟通上面也是很流畅，没有什么说很大的卡顿啊，或者说是一些不顺畅的感觉，不会有一些沟通不良的情况，你们很懂得去表达爱啊，表达你们的一些情感啊。同时我也感觉到你们也接收到了身边朋友们、家人们的一些情感上面的回馈，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第2、3个月是情感上面是很流通的、很顺畅的、很舒服的，然后身边也是很和谐，然后是充满着爱的一个感觉。然后最后1个月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们初期的这一个想要去尝新、想要去开拓的这一些想法或者是这些行动，在你们的第3个月会有一种进行着，你们会真的付出行动，然后会稳步的向前，很沉稳的按照自己的节奏的一步一脚印的去进行着。所以我觉得前2个月是一种
还在想，还在筹备，还在计划，然后在畅想着的一个阶段，摸索着探索着的一个阶段。然后感觉到最后一个月的话，是一个真正的付诸行动，真正的去实施，去真正的踏出那一步，然后往前走，并且是很踏实的往前走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们计划的也是很周密的，想得很清楚的，所以这不会是一个很仓促的行动。所以我感觉到的就是说，你们如果真的持之以恒的付出这一个行动，然后往这个策划的事情去推动的话，你们最后是会能够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那一个成功的，你们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回馈的。那下面看一下你们的建议卡牌会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一个冲动，有一个想法，说想要做一些新的尝试，想要去开拓一下一些别的领域啊，别的一个项目等等，有这个想法的话，卡牌是建议你们就大胆的去做，不要被恐惧、被一些担忧给束缚住，你们是可以挣脱出这一些禁锢你们的东西的。所以就是卡牌建议你们就是大胆的去做，挣脱这些枷锁的东西，然后就是可以适当的去放飞一下，去天马行空的去冒险一下的感觉。另外，同时卡牌也是建议你们在放飞自我的同时，要有一个符合实际的前提下，就是可以放飞，但是不能完全的放飞，要有一定的符合现实的基础之下，这个前提之下，然后就是可以大胆的去尝试，这样子的话会让你们更容易获得你们想要获得的成功，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的。最后一个的话，我感觉到的就是，如果你们真的确认了这一个想要去探索的新的项目、新的想法的话，那就坚持的做下去，不要停止你的脚步，然后就是在这一条路上面不断的去修炼、去成长、去踏实的做着这个事情，去耕种它。最终的话，你们会得到你们想要的回馈的。你们如果是踏实的去做这个事情的话，是会成功的，是会有收获的。好，那接下来看一下你们未来的90天里面卡牌有什么建议，你们可以运用一些你们自己的什么优势去达到你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呢？这边看到这2张牌都是比较靠近疗愈的一个东西的，所以我感觉到的就是说，我们第3组的朋友们，也许你们现在把重心会放在怎么去开拓自己的一些新版图啊，或者说怎样子让自己的事业更成功等等的东西，然后你们可能会忽略到你们自己一个身体的一个情况、健康的情况、身心灵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况。所以卡牌这边就是说，你们需要把你们自己的能量回归到一个最平衡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通过一些做瑜伽啊、做冥想啊、做运动啊，或者是按摩，或者说如果有部分的朋友们，你们确实身体上面或者是身心灵上面有一些小毛病、小情绪的话，那卡牌说你们可以去考虑一下，比如说做一个疗养啊等等，去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样子
你们才会有更充足的能量去实施你们接下来想要去展开的一系列的计划。也就是说，你们目前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卡牌的信息看起来的话，像是说你们的状态是失衡的，是有一点点嗯不健康的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卡牌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需要做出一些调整，让你们的一个身心灵恢复到他们应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水平，这样子你才能把你自己拥有的那个能量给更好的去释放出来，投入到你们想要去投入的一个事情当中。好，那下面看一下你们这张黑鸟的卡牌，它有什么信息需要给到你们的？它这边说的是发现，你们要用一个清澈的眼睛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会发现和享受一些很小的事情。这边我感受到的，首先第一个，要相信你们自己的一些直觉的能力。也许你们不经意之间发现身边的一些小的信号、小的信息点的话，它对你们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学习的一个地方的。所以你们可以去多去留意身边的一些人和事。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跟你们的这张卡牌有关，就是探索世界。用你们的眼睛去探索世界，去发现世界的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你们是感兴趣的，是享受的。是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去顺从自己的内心，喜欢的话，想要去试一下的话，那就去做。所以就是发现是你们未来90天的一个关键的字。这也许是你们的第2次的成长，也许经历过这个90天之后，你们会成为一个更全新的你们，更完整的你们。所以说就可以去多观察、多发现，然后多探索。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第3组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觉得有帮助到你们的话，不要忘了给我一个赞和订阅哦。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